院的医生患癌症，为什么大部分都会拒绝化疗？根本原因有这几点。张医生，你真的打算放弃化疗吗？年轻的李医生在会议室里困惑地问道，脸上满是疑虑。张医生微微一笑，目光坚定，我明白化疗的效果，但我觉得手术和靶向治疗对我来说更合适。毕竟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可是你一直是化疗的坚定支持者啊。李医生不解地回应，是的，但现在我站在了另一个角度。张医生叹了口气，思考着他的决定。作为医生，我们知道化疗的副作用有多么严重，脱发、恶心，甚至免疫系统的抑制，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下来，其他同事们也开始窃窃私语，讨论着张医生的选择。他们在心里默默思考，当医生自己成为患者时，他们的选择会有怎样的变化呢？张医生的抗癌之路。张医生一直是一个被同行尊敬的肿瘤专家。某天，他像往常一样在医院的会议室完成了一场关于化疗的讲座，强调化疗在癌症战斗中的关键作用。然而，就在他结束讲话的几个小时后，他自己的健康检查结果出乎意料地显示出胃癌的初期迹象。这一消息即使是对于一个肿瘤专家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作为一名医生，他知道自己需要立刻行动，制定治疗计划。在决定治疗方案前，他详细的研究了自己的病理报告，同时考虑了多种治疗方案。他知道，尽管他在公开场合多次推广化疗，但对于自己的情况，他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路径。1周后，张医生召集了他的治疗团队，包括他的同事和一些长期合作的护士。在会议室中，张医生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诊断情况。张医生平静而坚定地说，根据我的检查，我有几个选项，但我倾向于避免化疗。一名年轻的医生不解地提问，但张医生，您一直是化疗的坚定支持者。张医生回答，确实如此，化疗是非常有效的，但考虑到我的年龄和胃癌的具体类型，我更倾向于手术和靶向治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合适的选择。会议中，大家讨论了各种可能的风险和并发症。张医生仔细听取了每位同事的意见，但最终决定依靠自己丰富的经验和直觉选择治疗路径。在决定进行手术和靶向治疗后的几个月，张医生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包括身体状况的优化和预防性营养支持。手术是在医院的主手术室进行的，持续了数小时。术后的几周里，张医生经历了靶向治疗的初期阶段，这种治疗针对性强，副作用相对较少，使他能够相对快速地恢复日常活动。在这期间，他积极地与治疗团队交流，调整治疗计划以应对身体的反应。几个月后，治疗效果开始显现，他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尽管如此，张医生仍然定期进行复查，以确保癌症没有复发的迹象。每次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他都会深感庆幸，同时也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张医生的经历在医院内部也引起了讨论，他的同事们开始更加重视治疗方法的个性化选择，意识到即使对于同一类型的癌症，每个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也可能完全不同。医生与化疗的复杂关系。张医生的案例促使许多医生开始重新评估化疗在癌症治疗中的地位，特别是在他们自己或同事成为患者时的决策过程。在医院的讨论会上，治疗选择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几位医生围绕化疗的利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一位资深的放疗专家提出，化疗能够有效地攻击快速分裂的癌细胞，这对某些癌症来说是治疗的关键。然而，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反驳说，虽然化疗有其必要性，但不能忽视其副作用。这些副作用有时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在这场讨论中，一个重要的观点被提了出来，为什么有大部分的医生在自己患癌时会拒绝化疗？一位经验丰富的内科医生解释道，作为医生，我们对化疗的副作用有更深的理解。我们知道它可以导致脱发、恶心、免疫系统抑制等问题，
这些都是我们在建议患者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接着，一位肿瘤药理学家补充说，化疗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是治疗癌症的最佳选择，但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候，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如癌症类型、早中晚期及个人的生理状态，其他治疗方案可能更为合适。后来医院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共识，治疗癌症不应仅仅围绕化疗进行，而应该是一个多方位、多学科参与的决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医生和患者需要共同考虑各种治疗方案的优缺点，从而做出最适合患者的选择。医院的肿瘤科还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邀请了化疗药物的研发者和免疫治疗专家共同探讨，旨在提高医生们对各种治疗方法的理解，同时减少因治疗方法选择不当而导致的不必要的副作用。由于每位患者的病情都是独一无二的，治疗方案的选择也应当是高度个性化的。这种理念逐渐被广泛接受，影响了医院对所有癌症患者治疗策略的制定。医学科普视角，化疗作为传统癌症治疗的一部分，其作用与影响在医学界内外都有广泛的讨论。通过科普教育，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化疗的实际应用和潜在影响，尤其是在治疗决策中的重要性。化疗主要依靠化学药物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这些药物可以通过血液循环到达体内大部分区域，攻击快速分裂的癌细胞。然而，这也意味着它们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的快速分裂细胞，如毛囊、消化道细胞和骨髓细胞，从而引发一系列副作用。副作用的管理和缓解已经成为现代化疗研究的重要部分。随着对癌症生物学的深入了解，新的药物被开发出来，专门针对特定类型的癌细胞，以减少对正常细胞的损害。抗恶心药物、生长因子注射和营养支持疗法等支持性治疗也在不断改进，帮助患者更好地管理化疗过程中的不适。化疗的选择与实施不仅依赖于癌症的类型和阶段，还需要考虑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例如，对于身体状况较差的患者，医生可能会推荐剂量更低或毒性更小的化疗药物，或者可能完全不推荐化疗，而是选择其他治疗方法，如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个体化治疗也已经成为现代医疗的趋势。通过基因和分子层面的检测，医生可以确定哪些患者可能对特定的化疗药物有更好的反应，或者哪些患者可能会经历更严重的副作用。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提高治疗的有效性，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副作用，从而优化患者的治疗体验和生活质量。在处理化疗的大家认知方面，医疗专家和健康传播者也面临着挑战。虽然网络和社交媒体使得关于化疗的信息更容易获得，但也容易传播误导性或过时的信息。因此，提供准确和及时的医学知识非常重要，以帮助患者和家属做出知情的医疗决策。癌症治疗的未来可能包括更多的利用个性化医疗和组合疗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治疗方法正在变得更加精确和个性化。一些研究正在探索如何将化疗与免疫疗法结合，以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攻击癌症，同时使用化疗来直接杀死癌细胞。在当前和未来的医疗实践中，化疗仍将扮演关键角色，但其应用将更为精细和谨慎。随着更多关于癌症和其治疗的知识被揭示，化疗的角色正在从一种广泛应用的标准治疗方法转变为更加个性化和精确的治疗选择。这一转变不仅改善了治疗的效果，也显著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通过持续的教育和研究，医疗专家希望能够进一步优化化疗策略，使其更有效，同时最小化对患者的负面影响。这种持续的进步不仅是科技的胜利，也是对患者的关怀，确保每位癌症患者都能接受到最适合自己的治疗。结语：通过张医生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医生在面临自身健康危机时的决策，也看到了医生和患者在癌症治疗选择上的差异与相似之处。即使是对于化疗这样一种历经时间考验的治疗方式，也不可能一概而论，都要注重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
这一点对于普通患者而言尤为重要，他们在做出医疗决定时，往往依赖于专业人士的建议，